朋友們，如果你們還覺得人形机器人只是笨拙的實驗室玩具，那看完這場來自中國的頂級科技盛會，很多海外觀眾的固有認知會被徹底顛覆。今天這期內容視角非常特別，我們跟隨長期深耕中國、熟悉中德科技差異的德國知名博主阿福，也就是 Thomas Dixon， 直擊2026北京世界機器人運動會現場。作為常駐中國的机器人行業觀察者，同時又是一家深圳机器人公司老板的阿福，專程来到展會一線，全程直播測評，用外國人最真實的外媒視角，帶全球觀众看清一個事實：如今的中國機器人已經站上了全球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他們跑得快過人類，跳得更高，整體造價卻更低，硬件性能全面越級。再搭配國產頂尖 AI 大模型，強勢反超海外版本，綜合實力徹底蛻變。這場匯聚全球16國頂尖隊伍的頂級賽事，也是近期外網刷屏、海外科技圈瘋狂熱議的重磅盛宴。曾經牢牢被西方壟斷的人形機器人賽道，如今中國已經穩穩邁入世界第一梯隊。跟着德國博主的現場鏡頭，我們深度拆解中國機器人到底憑什麼領跑全球？德國之士只是複述該視頻大意，所以等下用我來复述。這個我指的是德國阿福，而不是我德國之士本人啊。好的，我們繼續。我現在就在北京，正在如火如荼舉辦的2026世界機器人大會暨世界人形機器人運動會現場，跑遍過歐洲無數科技展會，深耕機器人行業多年的我，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这裡的机器人產業成熟度、迭代速度、落地規模已經完全甩開了歐洲的想象。這絕對是今年全球機器人領域規模最大、含金量最高的一次行業盛會。整個展會佔地足足5萬平方米，集結了超過2000台各類機器人同台亮相。現場一口氣帶來150項全球首發的機器人新品與前沿技術，刷新了歷年行業展會的最高紀錄。這樣的體量在歐洲幾乎是看不到的。最近全網刷屏的中國機器人戰隊，相信很多海外網友都刷到過。本次賽事開幕式預熱環節，80台人形機器人組成的超震撼矩陣整齊亮相，憑借絲滑穩定的動作、超高的協同精度，瞬間引爆全球科技圈，在外網掀起熱議。但在現場看完完整流程，我才明白，這僅僅是這場盛會的冰山一角。正式開賽的世界人形機器人運動會，規格、規模和技術含金量遠比大家看到的更震撼。本次賽事的參賽數據足以證明它的全球影響力，一共吸引了全球16個國家666支參賽隊伍，總計2056台機器人同台競技，參賽機器人數量是去年的4倍。參賽隊伍規模更是同比暴漲138%。整場頂級賽事落地在2022年北京舉辦的冬奧會的國家速滑館，在5天的緊湊賽程中，開展51個專業競賽項目，完成超1300場硬核技術對決，是全球人形機器人技術最直觀、最真實的實力比拼。最直觀、最真實的實力比拼。作為長期對比中外科技發展的博主，必須說一個很多海外媒體不會報道的細節：中國機器人團隊的研發態度格外務實。在正式賽事開賽之前，官方完全沒有避諱訓練中的失誤，全程公開機器人的各類測試翻車畫面。我們能看到有機器人衝刺速度過快，無法及時制動，直接撞擊防護墊，導致機身髖骨受損。也有機器人在場館內突發遙控故障，倒地之後持續失控抖動。但恰恰是這種敢於直面失誤、公開短板、坦誠試錯的行業氛圍，讓中國機器人擁有了急速迭代的核心底氣，不美化問題，不掩蓋缺陷，每一次失誤都用了積累真實場景數據，優化算法參數，打磨硬件結構。這種務實、落地、以實戰迭代技術的研發理念，是目前很多歐美實驗室團隊欠缺的，也是值得全球行業從業者借鑑學習的關鍵。在我逛完整場展會後，最讓我意外，也最顛覆我認知的一點，就是中國機器人賽道的入局格局早已徹底改變。如今，深耕人形機器人的不再只有傳統科技公司。
一大批中國國內大型跨界企業強勢入局，直接改寫了全球行業競爭規則。像我們熟知的小米、比亞迪、蔚來等頭部車企，如今都推出了完全自主研發的人形機器人。還有很多原本深耕家電、日用設備製造的企業，也跨界發力機器人領域。在歐洲，機器人基本由專業科技企業壟斷，迭代速度慢，量產成本高。但中國的這些跨界企業擁有天然的碾壓機優勢，多年的整車、工業品製造經驗，讓他們精通規模化量產、標準化品控，能快速讓機器人從實驗室原型落地為可量產、可商用的成熟產品，同時自帶海量真實應用場景和落地渠道，迭代速度、落地效率遠超歐美傳統機器人企業。很多歐洲網友、海外從業者一直有個疑問：人形機器人到底是不是噱頭？真的能落地民用，替代人工嗎？在這場展會現場，我可以很明確地告訴大家，中國已經實現了全場景落地，絕非實驗室概念。現場能看到形態、功能完全差異化的各類機器人，輪式、雙足人形全覆蓋，精準適配不同工作場景。輪式機器人能耗更低，穩定性更強，未來會大規模普及在家庭服務、商超運維、工廠巡檢等場景，性價比極高。而技術難度更高的雙足人形機器人，雖然需要持續耗能維持平衡，研發門檻更高，但優勢無可替代。我們人類生活工作的所有場景，廠房、家居、公共設施，全部都是按照人體結構設計的。人形機器人不需要改造場地，不需要適配設備，就能直接上崗作業。這種極致的靈活性和場景適配性，是工業機械臂、輪式設備永遠比不了的。更讓我震撼的是中國特種機器人的實戰能力，這也是我本次重點測評、推薦歐洲關注的核心亮點。現場亮相的消防人形機器人、四足機器狗，實用性和硬核實力直接拉滿。它們可以完美替代人類，進入高危火場、災害坍塌現場，精準完成滅火作業、現場巡檢、災情排查、人員搜救等高危工作。為了在消防救援、災難搶險、廠區安防、醫院高危作業等場景，國產特種機器人會全面落地，成為守護安全的核心力量。這也是歐洲目前急需補齊的領域。不止技術領跑，中國機器人產業也獲得了資本市場的極致認可。本次展會期間，國內頂尖機器人企業宇樹科技成功登陸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，創下了全球人形機器人領域最大的上市紀錄。數據非常誇張，超1000萬散戶投資者參與認購，市場需求是發行供給的8000倍。從資本市場的熱度就能看出，全球資本都在看好未來機器人產業的核心機遇在中國。硬件全面突破的同時，讓中國機器人實現質的飛躍，徹底反超海外的核心就是國產 AI 大模型的崛起。本次展會獨家曝光的全新國產 OX Alpha 大模型，經過我和團隊現場實測，綜合實力大幅超過海外主流的 GPT 5.6、Cloudfable 5等頂尖模型。在 3D 網頁搭建、動態場景適配、複雜代碼開發等多個核心領域表現全面領先，能夠精準捕獲汽車動態輪廓，完成毫米級精細化 3D 建模，穩定性和精準度遠超海外版本。最讓我驚豔的是 OX Alpha 的工程落地能力，這也是歐美模型普遍薄弱的環節。它具備超強的大型代碼庫處理能力，能夠自主拆解大型開發項目，智能拆分細分任務，自主迭代優化，自動提交更新，全程自主完成複雜工程作業，全程只需少量人工指令輔助，就能高效落地整套開發工作。智能化、自主化的工程實戰水平已經達到全球頂尖水準。與此同時，中國整套 AI 工具體系已經高度成熟，形成了完整閉環，全身的智能設計功能、商業線索篩選、數據優化、文本處理工具，能夠實現企業流程可視化設計、精準商業線索挖掘、AI 文本水印智能去出、輸出內容精簡優化，全方位適配企業商用、工業開發、日常辦公等各類真實需求。相對於海外模型重娛樂、重測試的屬性，中國 AI 更偏向落地賦能實體產業，適用性更強，適配場景更廣。
最後做一個中俄對比，也是我作為德國博主最直觀的感受。目前海外 AI 和機器人賽道已經明顯進入瓶頸期 ，OpenAI 已經暫停了前沿模型的快速訓練，整體增長速度大幅放緩，營收增速下滑，運營虧損加劇，海外迭代陷入停滯。反觀中國，依托開源模型優勢，完整的全產業鏈布局，海量真實落地場景，持續穩步迭代。在人形機器人、通用具身 AI 領域的追趕和反超速度越來越快，逐步打破海外多年的技術壟斷。全程看完這場2026世界機器人運動會，以一個海外行業觀察者的視角，我可以很客觀地說，這早已不是一場簡單的賽事比拼，而是中國機器人產業從追趕並跑到全面領跑全球的完整蛻變，從車企跨界入局，實現規模化量產，到全場景技術落地商用，從國產 AI 大模型全面技術反超，到敢於公開試錯、快速迭代的研發底氣，再到資本市場的全力加持，中國機器人早已告別了概念炒作，真正實現了技術自主、產業成熟、商用落地、全產業鏈可控。如今的中國不再是技術模仿者、跟隨者，而是全球機器人行業的標準定義者、技術領跑者。2026年注定是中國人形機器人走向全球、引領未來科技賽道的關鍵元年。如果現在問未來全球機器人科技的中心在哪裡？以現場真實體驗，以數據和技術說話，答案只有一個：在中國。好的，朋友們，那麼該視頻下面的德語區網友對此怎麼看呢？我們來看幾條評論。怎麼看第一條內容？這內容應該上德國電視1台新聞欄目，說不定這樣最後一批人也終於能搞明白世界正在走向何方。繼續往下，中國人所具備的潛力令人驚嘆。相比之下，我們很多企業更像是養老院，天天提交各種申請，搞性別相關項目，搞政治表態，到處爭取補貼等等。再往下，機器人會先為軍事用途開發，之後才會面向普通民眾。下一則，我腦海裡一直浮現未來這些機器人被投入戰爭的畫面，他們會成為最廉價的士兵。繼續往下，那德國倒是可以配套提供生物木材爐子，機器人幹完活可以去取暖，順便聊聊各個技術發展中國家。再往下，中國這種對待錯誤的文化，幾乎和機器人本身一樣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在德國，成千上萬的人浪費時間吐槽這些機器人或是新技術的種種缺陷，而與此同時，中國人已經在分析錯誤，着手打造新版本。反觀德國，首先討論的卻是要不要禁止會奔跑的機器人，好讓我們的技術發展穩穩停留在石器時代，確保絕對不會往前多走一步。下一則，好吧，就是這類機器人 AI 終將依靠它們徹底取代人類。大概剛步入職場的年輕人也不用操心養老金了。到那時 AI 會接管所有關鍵決策，把人類視作低效該被淘汰的生物舊型號，用效率更高的機器人取而代之。繼續往下，我敬佩中國人的創新進步，我真希望能在中國生活。再往下，中國人思考更理性，做事更有條理，這就是一個社會被有距離性的治理出來的樣子。目標清晰，有階段性目標，完不成目標就會有相應後果。反觀我們卻一直在不斷拉低所有人的標準。下一則，那德國的高端機器人在哪兒呢？下一則，各位哥們，我們沒戲了。繼續往下，我覺得你們展示這類內容非常重要。中國人從古至今都是聰慧的民族，我一向很欽佩他們。很久以前，我們還披着獸皮四處遊蕩的時候，他們就已經用上瓷器了。如今可以看到，他們又迅速追上，並且超越了我們。下一則，他們為什麼非要掌握這些技術？怎麼沒人對此提出質疑？他們擁有這一切，反倒讓我感到害怕。下一則，歐盟每年還在給中國數十億歐元的發展援助嗎？繼續往下，
以前我們去電影院看《我機器人》，那時候我們就懂得電影想傳遞什麼信息了。中國正在發生的一切就是序幕，我機器人如今已成現實。再往下，這不是我想要生活的世界，我很快就要去森林裡搭一間小屋隱居算了。再往下，我認為再過幾年，歐洲充其量只能算作二流地區，我們早就不屬於第一世界頂尖國家的行列了。咱們再往下，擺數據講事實。中國最新數據，每年約540萬學生完成理工科專業、工程、計算機等的學業，高校畢業生總人數更是超過1200萬。德國作為對比，2023年德國理工科畢業生約24.5萬人，其中工程類畢業生每年大約只有7.8萬到8.1萬人。我看完呀，已經無話可說了。下一則，在中國，車企在造機器人，而我們德國這邊卻打算讓企業造坦克，哪邊更有創新力？怎麼看最後一條評論？我讀研時最好的前產品設計師，幾年前曾在中國一家智庫工作。我們完全不清楚中國已經發展到什麼地步了，也不知道我們自己有多落後。相應的，我們的政客還在用上個世紀的思維制定政策。祝那些很快就要上戰場的人好運，也感謝所有選民還在相信我們所有政客能做到處處普及網絡。這事靠譜的程度呀，就跟指望德國火車準點一樣。好的，朋友們，我們從以上幾個有代表性的評論可以看到啊，大部分德國人還是比較佩服中國目前在科技方面、在人形機器人方面的發展的，而對自己國家感到失望、感到憤怒。好的，那今天咱們節目就到這裡，感謝大家，我們下期見。